天是我们在巴厘岛的第2天。今天的行程就是我们要去 Ubud 一日游。交通的方式就是我们找了一个私人的司机，他会带着我们2个人去到那边，然后停留我们想要去的景点。是我们2个人而已，所以可以完全客制化。你想要去哪里就可以停，不愿意去哪里或者觉得很无聊就可以走，也可以找一个漂亮的餐厅吃饭，然后他会在外面等你这样子。这个司机就是我们在路上找的。你其实走在巴厘岛的路上很多这样子的私人司机，有很多行程可以选择。其实我问了一下，价格和项目差不多都是一样的。找一个你觉得合眼缘的、看上去人不错的司机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这一日游应该是8到10个小时，然后他跟我们开价一开始是60万印尼币，那就是差不多60刀澳币。然后我们要求要一辆大车，所以他说再需要加15万，那就是75万咯。其实他这个价格是一定有水分的，因为他觉得你会还价。但是因为我们觉得，说实话，让人家开8个小时的车，今天带着我们，然后才75块钱澳币，已经非常便宜了，对我们来说，所以就没有杀他价。而且就觉得游客那么少，也不容易，也要赚钱嘛，可以理解。但这应该是最方便、最舒适的方式，就是找私家车，不要去拼车这样子。从Seminyak到 Ubud 应该差不多是1个多小时的行程。那今天就跟着我玩转 Ubud，Let's go！ 乌布游的第一站，我们先选择了 Batuan Temple。Batuan Temple 的门票是1人3刀澳币。进去寺庙之前，男女都需要先绑上沙龙。沙龙会有寺庙提供，不需要另外收费。选择这个寺庙参观，是因为它是巴厘岛为数不多开放给游客入内参观的寺庙。寺庙不是很大，大概10几20分钟就可以逛完，但是处处都透露出宁静祥和的气氛。我们的司机小哥告诉我们，宗教信仰对印尼人来说非常的重要，而且他们信仰和敬畏的不只是神明，还有大自然和他们的祖先。他告诉我们，巴厘岛人都非常的快乐，虽然经济上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富有，有的时候生活也会很艰难，但是只要可以有果腹的食物，可以生存下去，他们就可以很快乐。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时刻提醒着他们要乐观的生活，他们也坚定地相信神明永远都会保佑着他们，不管日子再苦再难，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寺庙里还养着大批的锦鲤，他们聪明极了，看到游客走过来就知道是喂食的时间，即使在池塘的另一边，也会立刻奋不顾身地向你冲来。寺庙虽小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来看一看，感受一下这里祥和的气氛。乌布游的第2站，我们到了距离 Batuan Temple 大约15分钟车程的 Taganangan 瀑布。这里的门票是2刀澳币1个人，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合理的。走过一排小商贩，就能大概看到瀑布的远景了。要看到瀑布的全景，大概还要往下步行200个台阶左右。途中会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餐厅、泳池，还有一些漂亮的打卡点。走完这些台阶还是需要一些腿力的，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，因为瀑布真的非常宏伟壮观。你可以像我这样站在对面观赏拍照，也可以像这个小哥哥一样跑到中间去拍出世纪大片。这个瀑布是我目前在巴厘岛看到游客最多的地方，可能因为实在风景宜人，而且不需要徒步太多时间就能看到绝佳的风景，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打卡游玩的景点哦。下一站，我们到了风景宜人的乌布稻田，这里的门票是1人1万印尼币。沿着稻米田一路都有很多商贩，还有一些风景绝佳的酒吧、餐厅，还可以在这边坐这个超大的秋千，
拍出世纪大片。我们这次来的时候，这里的游客极少，整个景区差不多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游客，应该非常方便大家拍出很美的照片哦。到了用餐时间，我们选择了这家热带雨林景观的餐厅。这个餐厅位于一个非常新的度假村里，以至于我们的司机小哥都在问我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，他从来没有听说过。这家餐厅有着绝美的视野，而且服务和食物的味道都是非常高水准的，价格会稍稍偏高。包括酒水的话，应该是每位40到50澳币左右的消费。我们邀请司机小哥和我们一起用餐，最后他还是点了一个最简单的印尼炒饭。甜品这个 Tropical Panna Cotta 可能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Panna Cotta 了。来乌布游玩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餐厅和度假村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打卡的地方哦。回程的路上，司机小哥一直在跟我们侃侃而谈。提起妻子的时候，满脸都是幸福；提到他的孩子们时，又是满脸的骄傲，很难不被他乐观的生活态度所感染。我们现在从乌布回来了，然后路过一个超市，进来买一点存货，带大家逛一逛。这边的这些小零食，大概看一下价格，非常便宜，都是不到1块钱澳币。这个好像是紫苏的，1块多。这边还有一些日本小零食，这种蛋卷是1块钱澳币。这样一盒也是1块钱哦。这个斑斓叶的我还蛮想试试看，好便宜哦这个。我不走了1天呢，我回到酒店了。现在才想起来吃这个酒店送的这个水果。有人知道这些是什么吗？这3个我都没有见过，所以我想尝尝看。这个感觉最正常，它是橘子类的。这个就我看很多地方街上有卖，然后它是个啥？哦，非常甜，但是它是没有什么水分的，有点像菠萝，我觉得。它是苹果，和一个很酸的橘子，所以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像菠萝一样的东西。OK， 今天乌布一日游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是完全客制化的一个行程。所以就是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 pace 在走。早上9点出发，回到酒店4点钟，也差不多真的是一整天。等一下稍微梳洗一下，再出去吃晚餐。今天又是完美的一天。那再次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一周的 vlog， 还没有结束哦，下一周继续跟着我玩转巴厘岛。